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enus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今天午觉刚睡醒，应该看得出来眼睛看起来还没有睡饱的样子。然后我现在人在巨城，暑假有好多学生哦。那今天来巨城是想要买我妈的生日蛋糕，顺便买晚餐的食材。她今天跟我点菜，她说她想要吃生菜包肉，然后烤时蔬，还有 ABC 汤。所以我等一下要买那些材料，还有蛋糕，全部都可以在巨城搞定。新主人就是万事都跑巨城。然后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原本看气象以为今天会下雨，但是今天出大太阳。那个棒打老盐柠檬绿盐，开掉吗？大家一个人出来，像是 mall 啊，或是百货公司。会不会跟我一样习惯来吃寿司？我觉得吃寿司是很适合一个人做的事情。像我今天没有吃午餐，但是我不想要吃太多，我怕晚上吃不下，所以我就会来吃寿司。然后同时呢，我觉得一个人来吃寿司比较不会社恐，就很像一个人坐在一个包厢的感觉，就会比较自在。所以如果要来露营啊，或者是社恐不想要和人家交流的时候，也不想和人家坐太近的时候，我就会来吃寿司。很好吃。哇塞，会不会太美？不要拍照哦，不要。我要凑一脚。滤镜，它搞不好也是有这个。后面有小跟班。我们现在要去南寮渔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是家庭聚餐日，帮爷爷庆生，不是庆生，不是庆祝父亲节。怎么那么不顺？今天来去南寮渔港买海鲜，为什么呢？庆祝父亲节，耶！哎，你们要做什么26啊，生日快乐！今年几岁呢？还有再加一个父亲节快乐！请问今年几岁？26。我刚刚讲我26岁的时候，两位吓到，两位说真的假的？26岁听起来很老，在尊重。好像每次你的岁数我都觉得很老，然后再过一下子我就变成这个岁数了。然后刚刚我妈就说26岁她已经把我生出来了啊。我妹背了一个很 fashion 的领带。1盒300，买2盒500，然后上鲜肉吧。哦。鱼呢，3条鱼给他。那这个可以混搭，3条鱼可以混搭，很漂亮。OK。哇，你看这两位小朋友迫不及待了，在吃天使红虾。主要今天是要帮我爸爸过父亲节，对，这两位已经等不及了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我跟我妈的约会时光，耶，开心。其实是因为我想要来运动，然后呢，我今天就把我妈拖来了，顺便等下去喝个咖啡。对，我本来想说睡到下午，难得放假就是要好好出来充电。对，没错。我们等下来喝个咖啡，晚点再去运动。
同学故意调得很轻，然后在那边玩手机。好啊，菜啊，肉片啊，这种。我现在匆匆来到了新竹的客运站。我今天是要跟我的朋友在台中约，然后刚刚在家里已经接到他们到台中的讯息了，所以呢我就匆匆出门，现在非常狼狈。最近出外县市呢，我习惯搭客运。首先是因为台铁涨价了，然后再来就是每次搭火车呢，我都要赶那个火车的时间，进闸门，然后又要等，所以就比较麻烦一点。但是搭客运的话，就直接把机车停在附近就好了，所以很方便。新竹到台中学生票是165块，所以其实还蛮划算的。大概应该1个半小时就到了。OK， 等下应该差不多要发车了。Pretty little Kitty on her own. Just about a minute I drive home. 终于到了怀念的台中，现在人在继光街这里。现在呢，想要先去吃个小吃。With you.来 say hi， 对啊，我们那边沙发在那睡，看外面啊，对啊，草莓包包在那边啊，东西都乱放啊，对啊，内裤也都在里面，对啊，好恶心哦，讲得像我们没有带内裤，更恶心。对啊，在车上带电子书啊，超好笑的，还坐晕车啊，对啊，有点晕啊。他等下看到这一段你傻眼。我带他去喝咖啡。对，我带他去喝咖啡，等下就可以把这个剪进去哦，剪进去我会看哦。赞。超疯！开始，小口吃，等下要吃醉月楼。哇，外面多人排队。他每次都这样吗？对啊。然后我也想买冰，2楼可以直接点。With you, with you, 'cause girl, you smell just like a star that I can't even talk about. I'd rather die than I just let you go. You don't need to know who I am, but I've never stopped to fall in love with you before. Hello， 大家，已经来到8月底了。我觉得8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月份，因为在8月总是可以发生很多事情。这阵子在台湾见了还蛮多朋友的，下一次回台湾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那前几天呢，我开了问答，有人问说，你觉得在加拿大居住的经历，在某种程度上有改变你的性格吗？其实我觉得，不管是搬到什么地方居住，不同的环境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一个人，包括文化冲击是一定有的。那文化冲击，我之前有在 Coffee Talk 分享。我觉得如果是性格上面的内在的改变，
应该是我觉得在加拿大的这1年来，我慢慢在学习把我内心的需求传达出来。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习惯一个人埋头苦干，一直做，就算有问题，我也习惯自己先找解决方式，把事情都处理好了才交给别人。在加拿大的这段时间，尤其是我在实习的过程中，当我遇到不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讲出来，让大家知道我需要帮忙。这部分呢，是我觉得最大的改变。那还有另外一个改变，可能是对于生活方式，对于不同的人的接受度变大了。我觉得我越来越是一个弹性的人，但我觉得这不是在去加拿大才改变的，因为我一直都想要变成一个比较能接受和自己不一样的人，一直在提醒自己保持弹性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在努力的。我觉得去加拿大对我来说可能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。刚开始搬到加拿大的时候，人生地不熟，没有认识半个人。那时候搬到London的租屋处，就觉得哇，房间好冰冷。然后虽然我的同居室有很多，但是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。然后回到家也都是往自己的房间跑，所以在一开始去到的时候会有点不习惯。其实我觉得到现在可能还在经历不一样的适应期，包括天气啊、学业啊，还有身份转换啊，好像到现在都还在适应当中。那在这1年呢，很多事情不如预期，例如说搬家，或是我们年初要去蒙特利尔旅行之前呢，班机突然被取消，就等等突如其来的意外。那我学习如何在不可预料的事情、不可预料的状态下，还可以继续生存下去，然后可以灵活的应通，可以接受预料之外的事。我觉得这部分的弹性是在去加拿大之后越来越培养出来的。如果反过来说，去加拿大的生活有什么让我的性格可以继续存在的部分吗？我觉得也有，包括我讲话的语速很慢，动作也很慢，我思考一件事情脑袋的运作也是慢慢的。在台湾呢，我家人常常会觉得我活在自己的世界，然后觉得我动作慢吞吞的，开车也慢慢的。但去到加拿大，我觉得我的步调和加拿大人其实还蛮吻合的，甚至我的步调应该跟加拿大人比起来还算快，不管是说话的速度啊，走路的速度，还是缴交一份报告、制作一个报告、一件事情做好的所需要的速度，在加拿大其实对我来说还蛮舒服的。然后去到加拿大才会发现，原来在那边的步调其实还蛮适合我的。所以8月呢，即将要画下句点。那我大概会在毕业典礼之前回加拿大，然后下个月初，我妹要帮我庆生，我们要去首尔，非常期待。这是我妹给我的生日礼物，真的很感谢我妹。我觉得她真的还蛮用心的。去年的生日呢，我是一个人在加拿大过，我那时候刚落地加拿大。然后我就读了他写的生日卡片，就是满满的字。还记得我出发去机场那一天呢，我妹一个人在楼上摸了很久。我在想她应该在写卡片啦。出发前我下楼梯，然后呢，她就跟着我一起下来。她就拿着一袋她洗好的葡萄，叫我在路上吃，然后还有一张卡片。我要离开之前呢，她就过来亲了我的脸颊一下。我们平常是没有互亲脸颊的习惯，但他在那一天就亲我脸颊一下，然后就赶快跑走了。他的 Reels 的视角，他应该是跑回楼梯偷哭。总之，我觉得今年可以回台湾过一个长假，长长的暑假，陪我家人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每次出去玩啊，吃东西啊，我都会觉得哇，下一次和家人出去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再扣回去加拿大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和台湾的家人朋友的感情，还有在加拿大认识的新朋友之间的感情呢，都让我觉得要好好珍惜每一段很难得的缘分。这一集的8月的 vlog 就到这边，谢谢你观看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帮我按个赞，然后把我的频道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